修道的6种考验，你遇见过哪一种？今天这个视频有点长，如果你刷到了并且看完了，说明你真的是一个有大福报和大使命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发心修道的人，必经磨难，必遇名师，在你真心立志修道的那一刹那，至诚感通，就会震动3界6道，无数圣贤仙佛瞬间为你加持能量，也一定会为你准备好9981难。就像唐僧要发愿普度众生的那一刹，踏上取经路的那一刻起，吃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的传言就传遍了3界，所以他必须要历经9981难才能取得真经。你也是和唐僧一样，历劫累生的冤亲债主，一切心魔都会在修行路上等着你。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正在通过各种磨难和逆缘锤炼你的心性。当然，上天是慈悲的，凡是让你去经历的，一定是你能够承受得住的，而且会根据你各个层次不同的境界来设置不同的障碍。冲过了这些障碍，就能绽放神性之光，经得起这些考验，才能够自照照人。济公活佛说，修道必经6种磨难：煎、熬、闷、炖、煮、烤。没有这些极致的痛苦，就没有真正的解脱。首先第1种，煎、颠倒烤，就是你会像煎鱼一样被翻来覆去，也就是不合情理，不按常理出牌的考验，在逆境当中让你特别的煎熬，对也说你不对，不对也说你对，总之就是让你是非莫辨，灰头土脸，里外不是人，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地透过这种人事的淬炼，让你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反复锻炼，磨到你一点理障我执都不见，实心作用都没有，视智变聪都放下，只剩下一个空空晃晃的父母为生前的本来面目。第2种，熬、毁谤考，就是在你生活当中会面临种种毁谤考验，别人会在你背后说各种冷言冷语，给你扣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让你在是非人事冥想当中逃也逃不掉，不想听，不想看，不想承担都不行，熬到你意志力超人一等，人如功夫无人能比，最后练到不管是被说或者是说人，不管是与人争或者被排挤，不管是得意或者委屈，都能沉得住气，静得下心，熬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真功夫，识透缘生缘灭的真道理，6根清净，内心如如不动。第3种，闷、上下烤，就像不透气的闷烧锅，也就是上煎加下熬，承受上对下下对上的双重考验。比如你的父母、长辈、领导不理解你，或者恶意攻击你，让你倍感压力，或者你的儿女、晚辈、下属不理解你，不服你，不尊重你，炕上
这就是上下互相的考，让你承受上零下辱的痛苦，直到你抛开小我，提起大我，放下抱怨，升起感恩，你才能穿越这一重考验，担起承上启下的使命。第4种，无情考。无情考就像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考验，那么这么大的考验势必有它对应的因果存在，最难解的业力或许就在你的坚定信心、安守本分、不慌不疑中解开，所以要平下心去应对，才不会业上加业。第5种，就是道考。道考也就是多方面的困难强加在你身上的考验，就像把杂菜烩在一起煮，烤得你七荤八素。比如说5伦关系当中，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相互磨来磨去，或者身体上的疼痛、内心的挣扎，都让你觉得痛苦无比。目的就是看看你的智慧够不够，定力够不够，还有没有贪心妄想，还有没有抱怨执着。这个时候一定要耐心忍性，明理实修，在心意还没有动静之前，千万不要冲动易怒，轻易做抉择。第6种，考。内外考就是来自于亲戚朋友之间对你的毁谤，对你的障碍，对你内心的伤害。比如说你的亲戚朋友不认同你学习，不认同你修行，甚至在后面扯你的后腿，诽谤污蔑你的信仰。你越精进，他们越障碍你，让你种种左右为难的内心挣扎，都叫做考。那么以上修到的这6种考验，不管你遇到了哪一种，如果能够过关，就会离到近在咫尺。当你过了这6种磨难，你会发现你的眼神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善于发现身边人的优点和善良，你的言语也会越来越温和，你的心会越来越柔软，甚至于对伤你最深的人，你也会以德报怨，升起无尽的感恩和慈悲，为他找到合适的理由。渐渐的，你开始敞开、接纳、包容、慈悲、清净、觉醒、安详、淡定，你的心会越来越大，身心越来越清净，能承担的越来越多。这就是你正在回归自性。当你回归自性的那瞬间，你的内心会充满光明和愉悦，整个世间都是宁静的。你会顿悟到万事万物都是你的化身，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实不虚。回归自性的那一瞬间，你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视死如归，没有丝毫的恐惧，二元意识消失，也没有好与坏之类的低级层次的对抗意识，性意识也会消失，不再追求异性的爱和被爱，你会对生命充满尊重和真爱。回归自性的那一瞬间，你会发现一切都不用解释，因为你知道，一旦开口解释或者描绘，就着了相。凡是能被说出的真理，已经离开了真相。回归自性的人
没有牢骚，没有抱怨，没有妄想，没有执念，没有分别，他的心是平静的，在平静当中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儿，这就是智慧，也就是顺天行道，道法自然。回归自信的人往往心如止水，无论是在生活安逸、顺风顺水的时候，还是在挑战不断、困难接连而至的时候，心情都是一样的淡定。回归自信的人，就是一个点燃自己生命之光的人，可自照，也可照人。末法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都在谈修行，但是我发现99%的所谓修行者都是在盲修瞎练，都是处于魂飞魄散的状态。如果他们没有及时的回头是岸，离精神病应该就不远了。可以说，他们这些所谓的修行者都是重度的修行难民，因为他们都是红尘中人。红尘中人不修红尘法，却修了空门法。空门法都是只修空性或者说灵性，不懂得驾驭红尘，显得与红尘格格不入，简称空虚公主。而红尘法的核心是修灵力或者说心力。何为心力？心力首先是指你的心能够承受滚滚红尘的共业的力量强度，如你在红尘中能够承载多少的善与恶、失败与成功、痛苦与快乐、绝境与重生、谩骂与夸赞等。其二是指你的心能够驾驭红尘钱权色利情等一切残酷血腥的力量强度。其三是指为了一个自己追求的方向，敢不敢不计代价地去实现，而不是被大脑意识的恐惧而吓退，而导致永远无法前进。在修行之路上，不少人都陷入了迷茫的困境，我也曾是其中之一。直到在西藏的一场机缘巧合下，我有幸得到一位智者的点拨，从而领悟了修行的关键，开启意识之门。今日愿将其无偿分享给大家，助力你在修行路上顺遂前行，收获圆满。第一，突破意识禁锢。我们后天所形成的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对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社会中的种种观念塑造而成，但其中不乏一些错误与扭曲的部分，而我们却常常对此毫无察觉，将其视作理所当然。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为了在社会中寻得立足之地，多数时候不得不顺应群体的主流意识，即便这意识存在偏差，因为一旦特立独行，就可能被视作异类，进而遭受攻击、羞辱、排斥或被强行灌输他人的观点。就如同许多人面对与自己相悖的观点时，会不假思索地予以攻击、谩骂。对于这类人，我们应予以理解和包容，他们其实是被外界的不良影响蒙蔽了内心，失去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实则更需要我们的帮助。意识蕴含着巨大的力量，所以千万别让自己的意识被禁锢，放下固有的执念，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万物，
尝试从多元的角度去感受和思考，方能获得更为深邃的智慧。第二，感知多元世界。当我们摒弃那些被刻板塑造的主观意识后，将会踏入一个全新且充满奇妙的世界。其一，我们的感知范围将得到极大拓展。其二，我们会惊觉意识技能对物质产生影响，而开启意识的关键就在于放下执念，敞开心扉，以放松的姿态去用心感知周围的一切，怀着虔诚之心对待世间万物，包括我们自己。如此一来，内心便能渐趋平稳，能够理解并包容所有事物，在任何情境下都能敏锐捕捉到自然的威力与美感，也能洞悉他人身上的善恶两面。当心灵沉静，目光安详，精神被激活时，你会发现，哪怕只是静静的发呆，都能沉浸其中，感受一切皆自然而美好。只需放松身心去感受，真诚接纳来自外界的能量与智慧。一旦能够安然坦然，松弛心神，便能与周围的能量频率达成契合，进而接通与宇宙的能量通道，源源不断地接收能量与智慧，真切体悟到世界的美妙。万物的紧密相连与相通，在此过程中，你会发觉百会穴附近会产生强烈的感应，每次进入这种状态，都仿佛被注入了活力，身体会愈发健康，心情也会更加愉悦，运势亦会与宇宙的律动同步，甚至无需言语就能与花草动物进行心灵的交流。此时，能量从百会穴持续涌入大脑和身体，你会沉浸在静谧之中，呼吸沉稳悠长，内心满溢温暖，为整个世界和自身的奇妙变化而深深感动。当意识被开启，万物皆鲜活生动，世界也变得更加美好。第三，汲取日月精华。太阳赋予我们生命的能量，月亮则赋予我们灵动的灵性。获取太阳与月亮的能量和灵性的方法并不复杂，遵循以形表意，用意吸纳的原则即可。吸纳太阳的能量只需在每日的早晨、中午和傍晚时分，对着太阳做出类似吃3口的动作，随后闭目静想片刻阳光的沐浴，便能自然地吸收太阳的能量，来吸纳月亮的灵性，亦是同理。起初可对着月亮做出相应的动作，将其能量牵引至自身，待时间久了，仅需凝视月亮，应用意识带动印堂穴进行吸纳便可。第四，领悟修行真谛。修行的方式大致可分为行修、心修和神修3种。行修的境界较为缓慢，心修却能让人瞬间有所领悟，而神修则更为艰难且缓慢。正所谓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真正精妙的修行历法往往简洁明了，然而大众却常常被那些繁杂且虚假的内容所迷惑，
认为会晦涩难懂的才是高深莫测的，但实际上，方法是否有效，一试便知。实践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常只需1周左右的时间。那些用心去体悟的人，便能在身体上感受到显著的物理变化。这种奇妙的体验定会让你惊叹不已。在此为大家分享一句修行心法：言行一合，无我利他，心有何美，自得滋养。当你践行这句心法，让心念、言语和行动相互呼应，每一次的重复都如同一次能量的共振，会使你的能量场不断拓展。随着能量场的扩大，你的意念将能够调动场内的能量与生命。因此，我们在行事之时，务必秉持起心动念皆善、无我利他的原则。这里的无我利他并非单纯的舍己为人，而是要寻求对自身以及周围一切生灵皆有益处的行事方式。我们自身的能量场亦是更大能量场的一部分，如同细胞间相互连接，彼此关联。只要能够开启意识，虔诚地接纳更广阔的能量场，就能获得能量的加持，使自己变得沉静安详、慈悲大爱。倘若能够持续修行1个月以上，这股能量场便能稳固地融入自身，届时身心将会发生诸多超乎想象的积极变化。整个修行过程充满了神奇与奥秘。当一个人的意识觉醒之后，他会本能的自我省察，世界是怎么回事，人又是怎么一回事，人为什么而活着，或者说人生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这类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人生问题。关于人生问题的探索，许多人都是在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挖掉眼睛去寻找答案，并对真正的答案熟视无睹。在当今社会，在面对人生问题时，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说一些千奇百怪的口头语，比如这样是修行，那样是修行。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都可以被称之为修行。最后总括一句话：生活就是一场修行。我修行了，我的人生问题找到答案了，我不再困惑了。在内心里，他们这般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这种说法显然非常有问题。持这些说法的人，他们根本不理解自己在说什么，也不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问题，而是用一些看似精致实则空洞肤浅的话术，把人生问题的本质都以自我蒙蔽的方式绕开了。就如同因为看不清路就故意挖掉眼睛去走路，认为就不用再为寻找出路而迷茫那样。平庸的人面对自己的人生问题，通常都是这样的3部曲。第一步是自我蒙蔽，第2步是自我安慰，第3步是自我拔高、自我麻醉。最后在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很奇怪的建立在互相欺骗基础上的大众文化氛围，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他们根本不理解的事，并且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谈论的事已经得到了解答。如果认真地剖析人生问题，
会发现那些希望妄谈人生、妄谈修行、妄谈心性的人，其实都是对人生问题一无所知的人，不仅是对人生问题本身的无知，更是对人生问题前提的无知。沉湎于异端邪说，沉湎于市井俗学，这不仅不是什么修身，反而是在害身。当我们说到修行这个词时，要知道这个词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用什么修身，第二个前提是行于什么之上。修说的是修之于身的意思，行说的是行于大道的意思。修之于身，行于大道，是出自《道德经》。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修的前提是以道修身，行的前提是行于大道。现在的一些人，既不知以何修身，也不知行于何处，却能夸夸其谈的在口头上整天修行个没完没了，不明道而妄谈修身，妄谈行道，无异于一群盲人在津津有味地互相交流他们每天所看到的风景。所以古人说30而立，并不是成家，而是立道、传道、守业、解惑，是我们古代君子教育的3个基本步骤。既然修不可无道而修，行也不可离道而行，那么比修和行更前提的问题就要给出解答。道是什么？道者，万物之宗，生天地，育万物，化天下。道为精为一，为虚为静。经常看到有人说，这个是道，那个也是道，什么都可以称为道。这样荒唐的认知是对道的根本误解。就如同一个小孩子从来没见过他的父亲，他才会看到任何一个成年男人都觉得这个人是他父亲。那些认为道可以有很多，而且有很多不同的道，这些道还能够互相融洽相处的人，类似于认为他可以有很多个父亲，而且是很多个父亲的种融合在一起生出来了他。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个生父吗？显然是不可能的。父亲只能是唯一的，就如同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父亲一样，天地万物也只能有一个唯一的最原始的祖宗，这个唯一的祖宗便是道，所以道只能是唯一的。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人离道而生，无异于失去父母的流浪儿。所以那些比较愚昧的、可怜的民族才会觉得他们是大地上的异乡人，才会几千年如一日追问他们是从哪里来，他们到底是谁，他们要往哪里去，并认为这是终极追问。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体现着最高的智慧。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终极追问极其简单。我们从哪里来？从天地而来。我们是谁？我们是天地之子。我们向哪里去？归于天地。简单吧，1分钟都不要，就可以解答这3个所谓的终极追问。既然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民族会纠缠几千年也找不到真正的解答呢？不是问题太难，而是因为他们太笨了。我们回答完那个所谓的终极追问，
接着我们再继续回答第二个所谓的终极追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人到底为什么而活着？这个问题很多民族也纠缠了好几千年，找不到答案。他们认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在这个问题面前必须得保持沉默。这个问题真的没有答案吗？显然不是的。这个问题十分的简单，人活着的意义在于循天道而自然，知常而不忘，保其真而不伤。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我们讲天人合一，人的身体，人的精神，人的生存，人的目的，人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天地所赋，所以人的一切都必须得本于天，宗于天，才能找到答案。离开天地，无法谈论人存在的意义。把人从天地里面抽离出来追问为什么活着，都是不知其所由所造成的迷惘。那些天地的气儿们却在大谈什么所谓的自由意志，这是多么的好笑。所谓的自由意志不过就是不知常而妄为，妄作必凶。前面我们解答了两个所谓的终极问题，一个是三大终极追问，第二个是人生的意义。我们继续接着回答第三个所谓的比较终极的人生问题：人为什么会感受到痛苦和烦恼？这个问题也被很多民族纠缠了几千年，并认为解答这个问题体现着人类最高的智慧。实际上这个问题极其简单，人为什么会痛苦呢？因为有病。人为什么会烦恼呢？因为这是对病的体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那些所谓的先知什么的，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的，是烦恼的，是有罪的。这并不是在回答人生问题。人是天地所生，不合天道，则天必行之。人之为人，在于行神。天行其行，其行必残，这会造成肉体上的疾病和痛苦。天行其神，其神必烦，这又会造成精神上的困顿和痛苦。一切疾病的总根源都是因为身不正而病，因为身不正，而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被上天惩罚了。身为什么不正呢？离道背德，所以不正。病者，不正也。合道为正，失道为病。接着前三个问题，我们讲第四个所谓的终极人生问题：病了怎么办呢？人应该怎么拯救自己？既然人感受到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也被很多民族纠缠了几千年，因为他们找不到治病的方法，所以他们只能发明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彼岸世界，幻想死后可以摆脱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和煎熬。而实际上，这个问题也非常的简单，就如同一个东西歪了，把它扶正不就行了吗？人也一样，人病了，把人扶正就能痊愈。拿什么把人扶正呢？以道正人。并不是人的肉体和精神痛苦不可以解决，而是那些痛苦的人，他们太过于愚昧，
所以才找不到在现实中救治自己的道术，只能自暴自弃，幻想在一个虚妄的、不存在的彼岸的世界里才能摆脱这种痛苦。前面我们回答了4个所谓的终极问题，以中国文化来看极其简单，但是对很多民族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根本性的、无解的，越思考就会越深刻地撞击着和折磨着他们的心智与灵魂。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是整个天下的根本药方呢？这就是原因。以道正人治病有2种方法，第一种是抱神以静，其身自正，这是以道治身；第二种是以偏纠偏，亦可归正，这是以兵治身，药皆为兵。后世的医生只知用兵，不知用道，如此治病，无异于暴君治国，只知杀戮而不知生养。人何道不变？正常的状态是全身心的健全而愉悦。人在这种状态下，气运与天地相合，和他相处的人都能本然地被他吸引并归附于他，这才能最大限度地建功立业。何为功业？得散而为用就是功业。很多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到处是妖凤鬼，说明精神上处于痛苦状态，并且年纪轻轻的就一身的疾病，说明肉体上也处于痛苦状态。这样的成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因为它是通过消耗生命来积累财富而已，这只是渐生而贵物罢了。渐生贵物者，德必不腐，功必不能长久。真正的成功必然是先贵生，再合道积德，这样才是真正的成功，才是可以长久的成功。中国文化并不反对人积累财富，而是认为财富是天地所给予的，人只要合乎天道，身心健全，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成为万物之主，富足而立功业，获得谋生存身的技能。身心健全，能全生，能立业，这才是修身之大成。能全生，身心不病，才可以繁衍健康的子孙后代。能立业，才能给抚养子孙后代准备物质基础。这些基础都具备了，才有能力和资格建立家庭。建立家庭，接下来便是齐家。不修身而成家，不仅害人，而且害己。生了孩子也会继续地祸害自己的后代。修身不正就会被天行禄，让他们丧失繁衍健全后代的能力或者天性，淘汰掉这些已经不健康的种子。这是天地的自然淘汰。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修心正道，有无量智慧，化解生命中一切的烦恼和痛苦。愿你有无量慈悲，令世间充满安乐和吉祥，活出本源自性的光明与慈悲吉祥。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
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